阿离，喝了吧。薇儿有了身孕，朕不能让她一直屈居妃位。你是姐姐，你应该让让她。这10年来，你替我挡过南疆的毒箭，替我试过穿肠的毒药。我知道，你爱我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但大楚皇后的位置，我只能给若薇，她才是朕真正心爱的女人。你放心去吧，你死后，朕会风风光光的追封你做皇后，让你家里人永远有花不完的荣华富贵。终于不用再对着这张画虎不成反类豆的脸恶心的演戏了。10年的错付，到头来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楚尘远，你在地下一个人太冷了，我这就来陪你。阿宁，你醒醒！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让你死，绝对不让！重来一次，老娘绝对不会再多看你这个恶心的假货，哪怕1。哎呦，我的宁儿啊，怎么还坐在床上发呆呢？快把这碗上好的血燕窝喝了，补补身子。明天可就是太子殿下选妃的盛宴了。母亲可是为你操碎了心。那个钟永侯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前面也不小心死了3个老婆，但他家里金山银山啊！你嫁过去，直接就是当家主母去享清福的。这可是我求了3天才求来的天大好事情呢！谢谢母亲费心，宁儿全听母亲的安排。这死丫头脾气真软，跟她那个死鬼亲娘一样好骗。等她嫁给那个老头被折磨死，咱们拿到那一大笔天价彩礼，就能给我的柔儿买好多好多的嫁妆了。享福，那老东西快60岁，天天欺负老婆，前面3个都是被他活活送走的。你想拿我的命换钱，给安若依为那个小人铺路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。楚景瑜、安若薇，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，这辈子咱们新仇旧恨就在明天的选妃宴上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清算。哟，看看这自恋的死样，得，这渣男看我的眼神绝对也是重生了。他估计正美眯眯的等着我像上辈子一样，因为被下药软弱无力，哭着扑向他求救呢。处处刻意模仿大周战神九皇叔的做派，想装深沉霸气，就是穿上龙袍，也像个偷偷摸摸算计的跳梁小丑。阿离，我知道你向来最懂事、最识大体。虽然大老婆正妃的位置我要留给柔儿，但我心里最爱的还是你。拿着吧。凭什么？太子殿下竟然亲自赐玉佩给他，这阿离真是走狗屎运了。活的没死，还是热乎的战神殿下，老天待我不薄！王爷厌恶女子近身，上次有个宫女不小心碰了他的衣角，当场就被拔刀砍了手啊！他这是在找死！王爷救命啊！臣女脚滑了！我抓到了！真的是热的，这大胸肌硬的简直像铁块一样，这手感绝了！楚景瑜那个只会摆架子的白产女，连给他皇叔提鞋都不配。不管了，这辈子老娘先攻略他再说。这纯金大腿，我焊也要焊死在自己身上！怎么回事？本王的读心术沉寂了整整20年，为何今日偏偏对他听得如此清晰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本王出现了幻听，而且他竟然敢对本王如此梦浪！阿离，你疯了吗？那是九皇叔，快给我滚下来！王爷，太子殿下好凶啊！臣女早上就吃了1口冷饭，身体虚得很，走不动路，真不是故意撞您的。可怜又无助的小眼神，皇叔快上啊！以后就靠您老人家帮我踩在脚下了，千万别把我推出去。既然苏大小姐没吃饱，怎么力气这么大？快把本王的衣服都扯掉了！王爷这衣服料子真滑溜。臣女一时没站稳，哎呀妈呀，转翻了！手感真绝，这8块腹肌绝不掺水。既然安大小姐满脑子都是本王，饿着肚子也要往本王怀里扑，那这门亲事本王准了。皇叔，不行，他不知廉耻，他不要脸。哼，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要脸的劲儿。太子，你还有话说？渣男，准备好跪下给老娘叫婶婶了吗？
奉天承运，赐婚九皇叔。圣旨下得极快，老皇帝估计早就怕了楚尘渊这个手握兵权的活阎王，巴不得赶紧把我这个没权没势的太师女儿塞过去，好给他添个累赘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准摄政王妃。苏婉丽，你脾气怎么这么大？还在怪我？我知道刚才在殿上我没忍住多看了安若香一眼，你吃醋了。这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下水道的常年泔水吗？哪来的大脸啊？但你再怎么吃醋，也不能拿一辈子的事开玩笑啊！楚尘渊是什么人？那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他身上背着无数条人命，而且太医早就说了，他中了毒活不过3年。你嫁给他就是要去守活寡的。阿洛，别闹了，乖，现在跟我去向父皇求情还来得及。我保证，太子侧妃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。太子殿下，你早上出门是不是没洗脸，眼睛糊住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，让你觉得我放着帅气霸道、手握重权的皇叔不要，非要回头捡你这个没人要的不可回收物？那是你的九皇叔，是大楚的战神，是你长辈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背后议论他？呸！什么晦气玩意儿！人家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，你就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软脚虾。老娘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就算嫁过去守活寡，我天天抱着摄政王的牌位睡觉，也比跟这种虚伪小人待在一起快乐100倍。苏婉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故意当众抱他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你少装蒜！皇叔，太子刚才说要让本王的准王妃去给你当什么？侧妃。你再挑衅一句试试。本王的老怕是守活寡，那也是我的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当晚辈的来指手画脚。滚！极品！天啊，不愧是战神摄政王，这充满安全感的手臂，这逆天的身高，这要是当我夫君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心碎。苏小姐，你似乎对本王的样貌很喜欢。王爷这么威猛，臣女当然崇拜了。既然这样，大婚那天你可要好好爱上我。结婚当天没有宾客，只有军队，但我坐在喜床上却满意的不得了。这群拿刀的兵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靠山。楚景瑜那个渣男，这辈子都别想动我一根指头。本王倒要看看这个在外面胆大包天、贪图本王的女人，到了最后时刻，王爷，过来，帮本王宽衣。害怕了吗？普通的千金大小姐，看到这如同怪物般的伤疤，绝对会吓得花容失色、尖叫逃窜吧？这就是那道差点要了他命的伤吗？居然这么长这么深，当时的血肯定流了一地吧？那时候一定疼死他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撇开伤疤不谈，这身材也太绝了吧！啊，这腹肌块块分明，这完美的倒三角，不愧是大周的战神，我今天绝对转发了！王爷，你这块肉练得真结实，摸着真舒服，把我肚子都看饿了，看得我都想咬一口。阿离，你够了！既然你对本王满意，就陪我一段锻炼吧，下蹲1000个。说好的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呢？太医院那帮庸医是吃干饭的吗？说就身体不好，王爷竟然监督我锻炼，真服了！这是女孩子该有的运动吗？老娘骨头都快断了。夫人健身辛苦了，今天我制定了严格锻炼计划。阿罗走路如此艰难，皇叔是个暴虐的大魔头，昨晚他一定是被皇叔狠狠折磨，打了个半死。阿罗，你受苦了。弟妹啊，听说昨晚大婚，九弟府上连个像样的喜热都没放。也是，九弟身体不好，估计随时都要咽气，确实没精力管这些。这是本宫特意给九弟挑的女人，能吃苦，好生养。弟妹每天伺候个病秧子也挺累，让他们帮你分担分担。想给我添堵，老妖婆，你
比自己老得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，就爱管别人的事，还刺女人。就楚尘渊那个严重的洁癖，这2个女的敢碰他一下，手当场就得被剁成肉泥喂狗。再说了，楚尘渊昨晚牛马了一整宿，哪有空搭理别人？这老妖婆绝对是羡慕了，嫉妒我们夫妻生活太和谐。不用了，本王有严重的洁癖，除了我老婆，别的女人靠近，本王闻着就想吐。还有，贵妃如果实在闲得慌，不如去查查你儿子太子的后院。听说太子的侧妃安若薇还没过门，就已经和别人好上了。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，贵妃还是赶紧帮你儿子捂紧点吧。阿离，姑错了，姑终于明白你上辈子为姑做的一切了。你回来好不好？那个安若薇是个坏女人，姑马上把她休了，正妃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你出来见我一面啊！笑死老娘了，这笨蛋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在外面淋雨真是活该，最好直接冻成冰棍。现在知道老娘的好了，晚了，这辈子你连给老娘提鞋都不配。皇叔，你把阿离还给！你给本王听清楚，苏婉离现在是摄政王妃，是我老婆。再敢来我家门口乱叫一声，我直接打断你这2条腿，扔到后山喂野狗。现在马上滚！干得漂亮，这脚踹得太帅了，这男人真猛啊！今晚必须给他加个鸡大腿。苏婉离，你会后悔的。明天就是新娘子回门的日子，没了我的保护，我看安家那群吃人的势利人怎么给你立规矩，到时候被他们欺负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傻子，明天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。老娘可是带了满级大佬回新手村，看我明天怎么把你们安家那群极品的脸彻底打肿。宁儿啊，嫁了人就要懂规矩，来，跪下给你爹和我敬茶。按照大周的规矩，皇室下嫁只有臣子跪拜的份儿，这摆明了是想当众折辱，顺便替太子出气。喂，你老婆都要被人欺负了，你还在那玩戒指？这老东西以前拿我换前途，现在还敢跟我摆谱？楚尘渊，你装什么深沉？昨晚折腾我的时候不是挺欢的吗？怎么现在成缩头乌龟哑巴了？姐姐，请喝茶。哎呀，这想让我直接毁容吧？我的脸，王爷，你干什么？柔儿可是太子的心头肉啊！哦，王爷，本王的老婆在王府连路都不用自己走，本王都恨不得天天抱在怀里怕化了。你是觉得你的面子大，还是觉得本王的刀不够快？想替本王管教老婆？不敢，不敢啊，王爷！干得漂亮啊！这才是老娘看上的男人，这大长腿踹人的姿势简直帅炸了！那老东西的手骨头断了吧？活该！让你以前天天掐我。既然连杯茶都端不稳，这双手留着也没用了。来人，直接剁了！
回门那场闹剧之后，安家彻底废了，我那个渣爹被废了双手，吓得连早朝都不敢去上。至于安若薇那女人，毁了容，被太子嫌弃，彻底关进了柴房。但楚景寒那个死普信男绝对不会这么容易死心。楚尘渊被老皇帝叫去御书房开会，我好无聊啊，好想我家摄政王哥哥。阿露，我知道你在娘家受委屈了，都是姑不好。但你要知道，姑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你。你看，姑一直把你的画像带在身边，画里你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衣站在雪地里，纤尘不染，这是姑最爱的样子。皇叔不过是个只知道打仗杀人的粗鄙武夫，他怎么可能懂你的清高和美好？你现在回头，姑拼了命也要去父皇那里把你抢回来。穿白衣服，那是因为安若薇那个绿茶喜欢穿大红大绿。你个渣男，怕我抢了他的风头，死逼着老娘天天穿得像个带孝的怨妇。老娘最喜欢的是大红色，好吗？那是楚尘渊战袍的颜色，帅爆了！而且你个眼瞎的不可回收物，老娘现在看着你这张虚伪的脸就想吐，长得跟楚尘渊差了108000里，好吗？眉毛没楚尘渊高，眼睛没楚尘渊深，连个子都比人家矮了半个头，纯纯就是一个低配版的丑八怪。哪里来的脸在这给自己强行加戏？搞了半天，在老婆心里，本王才是那个无可替代的顶级大帅哥，太子连个高仿平替都算不上。大侄子，皇叔，你干什么？这破画太土了，颜色寡淡，根本配不上本王老婆的气质。以后少拿这种垃圾来脏了我老婆的眼睛。既然老婆这么爱本王的脸，回去后本王再好好让你看个够。半个月后，皇家围猎，这就是个专门给楚尘渊挖的绝命大坑。老皇帝和太子楚景宇这回是真的急眼了，在树林最深处布下了天罗地网的死局，想让楚尘渊有去无回。摄政王殿下追击野猪，误入瘴气毒林，还被发狂的狼群包围了。前世楚尘渊就是死在这场围猎里的，那是南疆最毒的瘴气，沾上就没命，3天之内绝对化成一滩血尸。王妃，前面是毒林，你不能去！滚开！楚尘渊，你给老娘撑住！你要是敢死，老娘就把你那个破摄政王府一把火烧了，让你在大火里跟我入洞房！阿离，你来晚了，他死定了。那种毒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只要你现在跟我走，姑马上赏你当皇后，让你当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让你的人全给老娘滚！他今天要是死在里面，老娘就拉着整个京城的人给他陪葬，包括你楚景瑜。谁让你来的？这是毒渣！滚出去！楚尘渊，你给老娘醒过来！这辈子好不容易摸到活人了，你还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呢！你不许死！你要是敢死，老娘今晚就把你坟挖了，把你骨头架子拼起来，天天抱着睡，让你死了都能安上。上一世一笑，上一世一笑，他为了本王。保护王爷，属下救驾来迟，杀无赦！皇叔，姑是带人来救驾的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救驾？大侄子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些刺客用的重型连弩，可全是你东宫兵器库的专属标记。你这是来救驾，还是想要皇叔的命啊？这是有人故意陷害姑，姑绝对不知情。是不是陷害你？带回大理寺诏狱，打个半死自然就知道了。皇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奴才保护主子不力，差点让太子受惊。本王替你清理门户了，这
只是收点利息。滚回去告诉皇上，这笔账本王记下了。手起刀落，帅爆了我的火阎王！这大腿我今天就是用强力胶粘，也要粘死在他身上。回京后，楚景瑜那个普信男还没死心，宁的不行，他就打算来暗的，想当众毁了我的清白名声。皇上，太后，臣妾有罪啊！臣妾今日替姐姐整理旧物，竟发现了不得了的私货之物，臣妾实在不敢欺瞒九王爷和太子殿下呀。柔儿，别说了，阿洛既然已经嫁给了皇叔，哪怕他心里以前再爱姑，也能为了大局咽下这份委屈。天哪！摄政王妃居然不守妇道，心里还惦记着太子，这可是死罪啊！姐姐，你都嫁给摄政王了，为什么还在屋里日日夜夜藏着太子的画像？你这是存心让王爷难堪，让皇家颜面扫地啊！这是蠢爹蠢开门，蠢到家了！那画确实是老娘画的，但那是我凭着前世的记忆画的楚尘渊时候的战神模样啊！就因为这叔侄俩长得有3分像，楚景瑜那个死自恋狂居然真有脸以为那是他。安侧妃说这画里画的是太子，既然你们这么自信，那咱们就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好好比一比。大家睁开眼睛看清楚，这画上的人右眼角有一颗极小的红色泪痣，这眉毛宛如出鞘的利剑般锋利，这鼻梁如刀削斧凿。大家再回头好好看看咱们的太子殿下。哎呦，太子眼角光溜溜的，没痣啊！这眉毛也完全不对呀、太子的眉毛细细软软的，看着跟个娘们儿似的，哪有这画里半分的杀气？反倒是摄政王殿下，这红痣，这极其霸道的气场，这画里的人明明就是九王爷啊！太子殿下，自恋也是种绝症，得治。我以前确实总跟着你，但那是为了能离我真正的男神九皇叔近一点。你不过是个高仿的假货，到底哪来的大脸觉得我在画你？对，老娘就是拿你当跳板，你连楚尘渊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还敢跑出来强行碰瓷？今晚回去，老娘就给楚尘渊画100张肖像画，气死你个白砍粥！大侄子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夫人心里眼里只有我，再敢拿着几张破纸到处造谣说我夫人中意你，本王就直接把你那条乱说话的舌头拔下来喂小花，滚！原来姑一直只是个替身。王妃，那100张帅气的画像，你可得当着本王的面一笔一笔的画，少画1张，今晚你就别想睡觉。心里话又被这火阎王听见了，太爽了！终于把这个高风假货气出血了。楚景瑜，你也配像他？那个上辈子死在北疆战场，为了救国连全尸都没留下火阎王大人一体，哪怕他烧成了灰，也比你强10000倍。死在北疆，连全尸都没留下，烧成了灰。原来，在他心里，那个死在北疆的亡魂，才是他心里绝对不能触碰最完美的白月光。而我楚尘言，也不过是因为长得像那个死人，才被他多看了一眼的替身。滚！苏婉玲，你刚才在大殿上说太子是替身，我才是正主。那你现在看着我的时候，到底在透过我看谁？那个死在北疆的男人到底是谁？这男人怎么连自己的醋都吃啊？这醋坛子都打翻到上辈子去了。看谁？老娘当然是在看你啊！我不就是为了改写你上辈子那个惨死的结局，才死皮赖脸嫁给你的吗？你发什么神经？改写结局，这不就是亲口承认了吗？他心里确实供着一个完美的、死得很惨的男人。她嫁给我，根本不是因为爱我，而是为了在我身上弥补那个死人的遗憾。我不过是个替代品。好，很好。我楚尘渊杀人无数，但这辈子绝对不给任何人当替身，哪怕那个男人是个死人，也绝不。那一整夜，楚尘渊那个死心眼的轴男人真的睡在书房没回来。我以为让他自己冷静一晚上，这坛尘渊老醋也就散了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老皇帝和楚景瑜那对父子手段比我想象的还要阴险狠毒100倍。奉皇上口谕，捉拿妖妃苏婉洛，摄政王府任何人敢反抗，就地格杀勿论。都
我住手！王妃，王爷天还没亮就被一道极其诡异的紧急军调调去80里外的北大营了，这绝对是皇上和太子的阴谋！你快走密道，老奴今天就是豁出这条老命，带着兄弟们拼死也要给您杀出一条生路！原来如此，故意把楚尘月那尊杀神调走，就是为了来王府抓人。如果黑甲卫现在动手砍杀禁军，那就是直接坐实了楚尘月拥兵造反的死罪，这才是那对烂人父子最想要的。不用拼命，他们今天就是冲着我来的，只要我跟他们走，王府上下就不会有事，谁都不许拔刀。还是摄政王妃识时务，来人啊，给妖妃上锁！摄政王妃，请吧，皇上和太子殿下可是等您很久了。楚景瑜，老皇帝，你们真的是活腻了，急着投胎，拿老娘当诱饵？行啊，等我那个腹黑霸道的老公杀回来，你们就给老娘洗干净脖子，准备全家老小一起下地狱吧！苏婉离，骨头还挺硬啊！你不是在大殿上骂姑是个假货吗？姑今天就让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你心里那个正版大佬不可一世的九皇叔，等会儿是怎么像条断了脊梁的狗一样趴在地上给姑磕头的？皇上，太子殿下，摄政王杀进来了！慌什么？他带了多少大军？这的御卫军呢？就他一个人啊！他连马都没骑，自己提着一把剑，硬生生从午门一路砍进来的。御林军已经死绝了。放了我老婆！放人？皇叔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想救这个阿离，行啊，马上给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把你怀里的大军兵符交出来！别跪，楚尘月，你绝对不能跪啊！你可是大周最牛逼的战士，你的骨头比雪铁，连老天爷都不配让你跪！你别为了我折了你的骄傲啊！不要！只要他活着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何况是区区尊严。兵符给你，把人疯了！皇叔，你也有像丧家之犬一样趴在姑脚下的一天，为了一个把你当替身的女人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值得吗？老九，既然你这么舍不得这个女人，朕今天就大发慈悲，送你们一起去地府做对苦命鸳鸯，给我放箭，一个活口都别留！楚尘月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兵符都给他们了，我们今天死定了！你个大笨蛋！你这身极品的腹肌要是被他们射烂了，老娘做鬼天天晚上就缠着你！什么狗屁替身，根本没有野男人！上辈子死在北疆战场上的那个天下第一大傻子就是你啊！老娘上辈子这辈子爱的一直都是你这个活阎王啊！重活一世，前世是死在北疆，根本没有别的野男人。原来那个让他日思夜想、哭断了肠子的死鬼白月光，从头到尾就是我自己。原来是这样。楚尘月，兵符在我手里，你所有的军队现在都归姑管，你敢乱动，姑立刻让人把你解决掉了。大侄子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那块破牌子确实能调动全天下的兵，但他根本指挥不动本王自己花钱养的私人死士。黑甲卫，给本王杀！皇兄，当年你给父皇下毒，卑劣的抢了这皇位，今天这笔陈年旧账，咱们连本带利一起算清楚吧。楚尘渊，你也下去陪他吧！
这一剑是还你上辈子赐我那杯毒酒的仇，你去地狱里好好忏悔吧。太医，滚进来给他止血，用国库里最顶级的千年人参吊着他的贱命，千万别让他死了。这种恶心的人渣，你留着他干什么？留着过年啊？老婆，让他就这么痛快的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把他扔进王府后院最臭的柴房里，本王要让他每天像蛆一样趴在烂泥里，睁大他的狗眼好好看着，看着我们俩以后有多恩爱，看着我们每天晚上多幸福，折腾出多大的动静，看着我们生10个8个大胖小子。本王要让他这辈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天天被我们气到吐血。楚沉渊当了皇帝，把国号改成了宁，而我成了这全天下最尊贵的皇后。现在终于到了跟那帮烂人算总账的时候。阿玲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那天在太极殿上，你那一剑，你是故意刺歪的，没有刺中我的心脏，对不对？你根本舍不得杀我。这男的都混成这副猪狗不如的鬼样了，居然还活在他那个恶心的迷之自信里，脑干缺失了吧？楚景瑜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因为你也拥有上辈子的记忆，你就是这天下第一的男主角？我是真龙天子，老天爷让我重新活一次，就是为了让我弥补你。那你想不想知道，为什么这辈子在选妃大典上，我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直接扑进了楚沉渊的怀里？因为老娘也死过一次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？既然你记得上辈子，你就应该记得你当时有多爱我。爱你。楚景瑜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脸啊？既然咱们都是重新活过来的，那今天老娘就让你死个明明白白。上辈子我替你挡剑，替你试毒，甚至最后为了你喝下那杯毒酒，根本不是因为我爱你，而是因为你那张脸从侧面看过去，刚好有那么一丁点像他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像谁？楚沉渊上辈子他一直在外面打仗，最后死在了冰天雪地的北疆。我爱他爱得发疯，却连他的一块骨头都没见到。我实在太想他了，所以只能找了你这么个极其廉价的高仿假货，勉强看见。我替你挡剑，是怕你那张唯一像他的脸被划破毁了容。我帮你当皇帝，是因为只有看着你穿着黄色的龙袍，站在高处的侧影，我才能骗我自己，我的战神夫君还活着。不可能啊！我是天选之子，我怎么可能是他楚沉渊的替身？你在撒谎，你绝对是在撒谎！你是为了报复我才故意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爱的是我。我从来没爱过你，1秒钟都没有。楚景瑜，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你从头到尾就只是一个被我用来怀念我夫君的活着的木头牌位。现在我正版夫君回来了，你这个假牌位当然就该砸个粉碎了。几天后，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这个真相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他痛不欲生。废太子楚景瑜因为受不了自己连个备胎都不算的刺激，已经了。当皇后真是累死老娘了，光头上这个大金凤凰帽子就重的压得我脖子快断了。我去，皇上穿上这身衣服也太好看了吧！今晚他当了皇帝，这张床就属于我了，我就可以跳蹦蹦床了。我端庄贤惠的皇后娘娘，嘴上喊着累，心里居然还想着玩。别光在那看着，能不能像个纯爷们一样干脆一点？既然夫人不想休息，那今天晚上朕就好好让夫人精神精神。楚沉幽当了皇帝之后，把整个大周朝管得服服帖帖，周边那些以前总爱来抢东西的小国家，全被我家这尊活阎王打得跪在地上喊爷爷。这天，北漠国派了使者来京城进贡，说是为了表示真心投降，特意把他们国家最漂亮的小公主送来和亲。
北漠公主阿依木拜见大宁皇帝陛下。好家伙，大白天直接在老娘这个正宫面前玩这一套，这破衣服穿了跟没穿有什么区别？当这是洗浴中心吗？这狐狸精的眼珠子都快掉到楚晨幽的龙袍里去了。楚晨幽，老娘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多看这妖精一眼，今晚我就让你滚去睡1个月的冷板凳，连老娘的一根手指头你都别想碰。老婆，这葡萄甜不甜？皇上亲手喂的，当然是全天下最甜的了。皇帝陛下，阿依梦在北漠早就听说您的绝世威名，阿依梦愿意给陛下一支我们北漠最出名的求偶舞。谁给你的狗胆，敢离朕这么近？朕早就昭告过天下，朕有极其严重的洁癖，除了皇后，任何别的女人敢靠近朕3尺之内，朕闻着就恶心想吐。来人，把这个发臭的女人给朕扔出大殿！夫君太拽了，这脚踢得太准了，就该让这死绿茶尝尝狗啃泥的滋味。今晚必须给夫君加餐，好好奖励他一下。老婆说的对，今晚确实该好好奖励奖励朕。老天爷，他怎么又极其自然地接了老娘的畸形话？北漠公主被当众扔出去洗凉水澡之后，北漠的使者团彻底急眼了。那个脑子里长肌肉的北漠大王子觉得受了天大的奇耻大辱，他打听到楚尘渊有多宠我，居然胆大包哈地把主意升到了老娘的头上，想把我绑架了，用来威胁陛下割让城池。大周的皇后娘娘，对不住了。只要你乖乖跟我走，我保证不杀你。要是你敢叫一声，我手里的这把弯刀立刻划你这张绝美的脸蛋。敢绑架我？你们这帮蠢猪出门前是不看黄历的吗？老娘上辈子在凶险的后宫里跟几百个女人斗智斗勇，杀得血流成河。什么下作的毒药暗器没玩过？就凭你们这几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蠢货，也想抓老娘？你别杀我，我跟你走就是了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去你的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把这疯女人给我死死按住！阿洛，你没受伤吧？他们有没有碰到你？吓到没有？敢跑来老娘的地盘撒野，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姑奶奶，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们不可！哎呀，坏了！一激动不小心把老娘暴力的本性暴露了，夫君会不会觉得我太暴力、太可爱了？他拿那么大的刀吓唬我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别怕别怕，夫君在这儿，我夫人最柔弱了，都是这群凶狠的坏人该死。夫人，今天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外出了。没事没事，毕竟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明天我就把这些域外使团全部打入大牢。夫君今天真辛苦，腰上的肉都没以前结实了，明天得给他好好补补。楚尘渊，楚尘渊，来人，救命啊！我以为坦白局之后，我们能生几个大胖小子，在这深宫里一直开心到老。直到那场大雪，彻底把我的天塌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刚才还好好的，说话呀！娘娘，皇上这不是病，是中了南疆最阴毒的火蛊噬心虫啊！定是上次皇家秋猎跟着毒物进了龙体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给他吃了最顶级的解毒药，那药只能解毒，杀不死火蛊。这噬心虫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平时沉睡，可只要宿主心里感觉到爱意，感觉到幸福，它就会苏醒。
皇上最近与娘娘感情太好，这虫子吃得太饱，已然长。皇上的心脉被咬穿了一半，最多还有半月，便会被活活疼死啊！只要他爱我，只要他觉得幸福，他就会死。别跟我说没救！你既然认得这虫子，就一定知道怎么弄死它。说，不说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脑袋！有救，有救！但这个法子比让皇上死还要残忍啊！说，让虫子沉睡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让皇上彻底对您死心。娘娘需服下绝情散，这药会慢慢吞噬您的感情，把您变成没有喜怒哀乐的活死人。皇上会读心，只要他听到您心里对他再无半点爱意，只有恶心与厌恶。皇上绝望之下不再动情，虫子自会饿死。可这绝情散不仅摧毁感情，还会败坏身体。娘娘若服下，绝对活不过1年啊！拿我的1年换他的1辈子，这买卖太划算了。爱妃，别哭，我没事。真烦，怎么还不死？天天弄得一身身血，脏死了。我当皇后是来享福的，可不是来伺候一个快死的病鬼的。他要是死了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当太后了？对，这样还挺好的。阿离，你在想什么？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皇上既然病了，就好好歇着吧。后宫还有一堆事，我先走了。你最好能活下来，别耽误了我明天看戏的心情。吐出来！苏婉丽，你给我吐出来！谁允许你吃绝情散的？真吵！皇上发什么疯？我已经吃下去了，早就已经融化了。怎么，你自己不行了，还不允许我找条活路吗？我不要你救，我宁愿疼死，宁愿被虫子咬烂心脏，我也不要你忘记我。阿玲，你把感情还给我，你把那个每天在心里骂我、逗我的阿玲还给我，好不好？我要睡了，皇上请自便。皇后安氏脾气极差，性格顽劣，即日起收回皇后金印，打入最偏僻的北苑冷宫，没有皇上允许，永不准踏出半步。苏婉仪，你真以为朕有多爱你？朕以前不过是没见过你这么会装的女人，觉得新鲜罢了。现在朕玩腻了，你连给贵妃提鞋都不配。你走吧。装什么装？你就算找100个女人，我也懒得看你一眼。赶紧让我走，别脏了我的眼睛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阿丽，你别睡，你看看我，我错了，我不演了，我不该把你关在这里，你活下来好不好？我不怪你找别的女人，因为我早就不爱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真的好后悔嫁给你。不要！你不能不爱我，你骂我，你在心里骂我。你不是说我体力好吗？你不是说我现在正版夫君吗？阿丽，你醒醒，你在心里再说一遍啊！求求你再说一遍！阿离，你以为你吃个破药就能丢下我了？阿离，你以为上辈子我在北疆打了胜仗，我拼了命的往京城赶，想把整个天下打下来送给你。可等我赶回来，看
看到的只有你倒在雪地上。巫师说，时光倒流的代价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来生。我一点都没犹豫，把我的灵魂、我的生生世世全卖给了老天爷，才缓缓回到选妃大典的前一天。我灵魂残缺，走了凡世，才意外听到了你的心声。阿离，我连生生世世都不要了，你刚才怎么能说后悔嫁给我？原来他根本不是战死，原来我能重生是他拿生生世世和放干的鲜血换来的。我算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能吃绝情散？我怎么能那么伤他？楚尘渊，你个大傻子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不后悔，我生生世世都不后悔。你别死，你给老娘活着！阿离，你能听到？你想起来了。皇上，绝情散的解药找到了。南疆老巫师说，唯一解法是用一个为他出卖过灵魂之人的心头血喂下，只有极致疯狂的爱意才能化解寒毒。皇上，阿离，活下去。阿离，你还有哪里能怨我吗？你个混蛋，你吓死我了！楚尘渊，你就是个绝世大白痴！谁让你去跟巫师做交易的？谁让你拿心头血喂我的？你以后要是再敢瞒着我干这种不要命的事，我就找根纯金的铁链子，把你死死拴在我的裤腰带上！我上厕所都带着你，你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别想离开我的视线一步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爱妃，以后我就是你裤腰带上的挂件，你想甩都甩不掉。挂件就挂件，这么个极品战神大帅哥挂在腰上，老娘赚翻了好吗？等你伤好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苏婉丽。我很期待爱妃经历过生死，跨越了2辈子的折磨，这大周朝最可怕的活阎王和我这个女土匪终于在一起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至于谁折磨谁，咱们走着。